Hello， 大家好，我是单车小 D。今天在这边呢，要跟你们隆重介绍一下我身上这件衣服，因为应该很多人跟我撞衫。那这个呢，就是某年某月我们东山塔的风衣。那我为什么会有这件呢？就是因为我上一次在某年某月参加的时候，我就失败了。我是在最后倒数100K 的瑞丰 7， 我真的是心甘情愿上保姆车。第一次觉得上车这么开心，有很解脱的感觉。因为我就失败了嘛，那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失败一定要再站起来，没有错。所以我报名了 TWB 2月24号我们的东山塔再战。我现在还是觉得很不真实啊，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想不开？好，反正就是既然我都报名了，那我也做好了一些行前的准备，所以就拍这部影片跟你们分享一下咯。那这边也会分享有几个点就包含像是东山塔的行前准备需要准备什么东西，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大概花了多少钱。你们真的以为就是东山塔只需要就是报名费就好吗？没有。好，那以上大概就是今天这个分享。如果你没有报名，就是2月24号那个，你们也可以传来啦。可是摄影宿舍是不是不同家？不同单位。不同单位，那你们还是不要穿好了。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就是介绍第一个章节呢，就是所谓我们的东山塔赛事报名费要多少钱。我们这个报名费含运费的话是3700块。那如果你们想要加购他们的其他车衣，它也有其他 option 可以选择，大家避免个万一，所以我们就订了个住宿，也让到时候骑完之后可以休息一下这样子。那我们的住宿费用平均一个人是1000块，因为我们是订那种4人房。好，那种男女混住的，反正到时候那个男生女生应该差不多，都一样惨。如果你报名就是东边记得是东边的塔系列那还强烈建议你们要需求所谓的保姆车。我们去了在牛山的地方，我们就遇到暴雨啊，下雨下到爆，然后每一个人都失温，然后失温之后就要干嘛？就要换所谓的衣服，因为里面全部都湿了嘛。中间有人干嘛爆胎之类的，那你等大会，我看是很困难啦，因为大会要照顾的人这么多，那所以你如果找了保姆车，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等等的问题。我们就是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有没有？失败人这种钱乃身外之物，我们就一致同意，我们就一群人就需求了一台保姆车。那保姆车的话，以东山塔2024年的行情价，大概是在4万到4万5左右啦。那所以平均一个人大概就是5000块咯。好，那我这次需求的是小米哥的保姆车。好，那建议你们就是你们找保姆车，就是平常你们有在需求的使用的那种保姆车，你们知道吗？因为如果你们临时找一个，他要是刚好装车又很慢，摄影叔来帮我们加一下，我们这次需求了什么？保姆车、住宿，还有我们的原本的赛事报名费是多少？9700。哇，竟然没有破万，没有错，就是9700，其实也是很贵那个留业的时候，我们那个8800多都可以去韩国了，我们竟然选择9000去劳改。好，反正以上大概是这样，希望这次能成功，不然我的9000就飞了。好。然后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长距离之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单车，一定的嘛。那建议你们一定要把单车拿去你熟悉的就是单车店，帮你全部检查一遍，就避免什么破胎啊之类。那避免破胎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你把外胎给换掉。对，因为常常你在骑乘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刺到的东西之类，那是看不到，甚至肉眼也看不到的。那这时候就要换外胎，于是我也换了外胎。那这次我选择的是这个来自德国的，就是 Swabel 应该它是德文是这样发音，应该啦，对吗？摄影师德文要怎么发音？这个我也不会。对，反正就是 Swabel 的胎，那这是 Pro One， 反正 anyway 就是据说它比较耐磨防刺，那反正提供给你们参考，那你们也可以选择你们长期使用习惯的。反正 anyway 呢，就是建议你是把外胎换掉，因为全新的就没有悬念，你也不用担心它某年某月的时候好像刺进一个东西。OK， 推荐给你们。好，你以为就这样吗？没有，还有一个东西，这边跟你们讲一下。好，这个是我自己的那个私心啦，因为我就会想要换掉我的手把带。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某年某月我失败了嘛，所以我就觉得这次我就要把它扔中宽厚。这个手把带我就跟那个店家说，我就是要最厚，然后最厚的。最后重复了。我跟你讲啊，骑久了，我们那个骑久是20几个小时呢，不是10几个小时，所以手一定会用到力气，好吗？即便你核心世界强，你的手终究还是会痛。所以我就为了避免这个状况，所以我就换了它的那个手把带。那这是最后的手把带，提供给你们参考了。反正它这个就是目前看起来价格我是花了1350块。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收纳。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次骑的是550公里，爬升2600的东山塔呢。那你要想哦，就是过程中你难免可能有时候会冷嘛，因为晚上哦，然后所以可能需要收纳。那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有我们的所谓的上管包。在某年某月我失败的时候，我是使用上管包，然后是使用这个 Topic 的上管包。那我个人觉得上管包其实大家是还蛮喜欢用。那我自己在用了550公里，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原因是因为有时候我们骑的过程中，因为550公里一定要站起来抽车，你知道，要不然屁股保证炸裂。所以我在抽车的过程中，我就是会磨到这个上管包，很不爽。于是这次我就买了一个新的东西，单车车手把包，它是放在我们这个单车的前面，它可以收纳一些像什么外套啊，那旁边可以放你的补给品，有没有？你就不用放背后，优雅放前面，放在前面吃，就像一个餐桌一样。告诉你们这个东西多少钱哈？1980，好。没有问题，好，它就是1980，没关系，因为我跟你说，这一次就是我最后一次挑战了，钱乃身外之物，我就是要想办法完成。好，那这个是有关单车相关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就是进行我们的什么人生部品，到底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呢？面对这种塔系列的赛事，好，那这边先跟你们分享一下好了，就是我在西双塔的时候，我是使用这2双鞋，就这样，没错，就是这2双。那当时我主要是使用我的 RC90，那我还多带了我的旧鞋。那看我那个西双塔的影片就知道，那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因为我怕我不习惯新鞋嘛，所以我就带了就是这双旧鞋。东山塔的时候，我就是维持穿我的 RC902，因为我想说，哎呦，就是既然 run 过了西山塔，应该还好吧？结果没有，我脚到最后超痛的。好。总之就是这样，所以我后来回来，我就寻寻觅觅找了好久，好多双卡鞋。公主脚可以接受的是这个什么 Lake 哦，我觉得这个 Lake 的卡鞋我自己是觉得很可以接受，因为它蛮符合亚洲人的那个脚型，而且它那个宽楦反正就是很厉害啊。我有空再拍一集跟大家分享好了，要不然这一集可能我要剪40分钟，还有很多东西要注意的，这边也跟你们分享一下，包含就是像什么。手套，我那时候手也是痛到爆。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再提醒一次，我们骑的是550公里，不是50公里。好，然后我们的爬升是大概2600左右，所以不论你核心世界强，你终究会用到手的力量。然后来可以看一下它有多厚。没错，你们就是要去买这种，就是跟那个狗狗的脚是一样的那个厚度的，这个真的是很厚可以看一下。对，就是需要这么厚哦，就是需要这么厚的手套才可以。好，那反正这也是我自己买的，售价大概是1500块。然后它是什么登山车型的，管它的，我们那个骑到快挂了，还管什么型？我们就是买这种越厚的手套。所以我觉得我东山塔真的很惨你看我脚痛，手又痛，还有哪里痛？我的该逼真的是超痛，我觉得我每骑到最后，我都觉得很像在被自宫的感觉，超痛。所以跟你们讲，随身一定要携带这种东西，就是什么？我一直在用的ASOS 的防摩擦雪米霜，好，我个人是很推这款。那这款它有分成，就是男生和女生专用的，应该不难理解，男生就蓝色啊，女生就紫色这样子。好，推荐给你们参考，很便宜啊，480块而已，就是骑到最后你那个卖你4800，你可能都会买。刚刚不是提到该逼痛，除了有防摩擦膏之外呢，车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因为我上一次穿的那件车库就让我非常的痛，还痛到就是出血那一种，所以失败回来之后，我就真的寻寻觅觅找了，也试了非常多件车库，最后我真的是独钟于这个，只要是长距离你一定看到我裤子上一定有这颗星星，对，它就是 ASOS 的车库这个真的是有够好穿，我就会觉得它那个车垫够厚，还有就是它那个剪裁，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会卡漏。我自己使用，然后自己也很推，就是如果有长距离的赛事，你们真的可以去试试看那我讲的未必对，因为每个人的臀型都不一样嘛。那这个是其中一款，那我要讲的就是我每一次长距离我都会穿的一款赛事的车库，跟你们看一下。好，没有错，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单车小弟的屁股。那为什么这样牺牲色相让你们看呢？就是我要介绍这一款ASOS 的车库，有没有？你看一样是星星的，你发现它这星星颜色不一样。重点不是星星，重点是它上面的这个扣子。这扣子要干嘛呢？我这边就示意图给你们看。你看
正常上厕所女生是不是很麻烦？就是要全裸，要全脱，有没有？超麻烦，要再穿回去。好，现在有这个瘦子的车裤有扣子之外，你看有没有？它马上就这样，我们要上厕所，我们就只要这样子脱就好了。哎呦，这示意图哦，不能真脱。等下上完之后呢，来，你就是再把它原封不动的这样扣回去，其实非常好扣啦。你看，这样就把它这样子拉。然后扣回去，记得要扣2个呢。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方便，这真的是女生的福音耶！因为每一次我都非常的羡慕，就是男生上厕所只要用掏的。好的，刚刚跟大家就是分享了女版的车库有瓦后之后呢，男版的也需要来一下。我们那一次东山塔，我也是买寿司车库，痛得半死。为什么？因为我买到竞赛组的，太薄了，所以后来问高手，他们穿的是那个长城版的，对，我们型号就打在这里或这里给大家看。它这个版本有什么？有口袋，像我常常拍照，我就会放一只手机，会放湿巾。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你避免就是你回来变黑人，对吗？还是要记得带就是防晒乳。那因为我们这种塔系列是那种550公里，那它清晨6点出发，所以你再怎么样，你一定会骑到晚上，就是你一定会有跨夜的状况。那这2款眼镜你会选哪一款？就是这一款，为什么？因为它是变色片哦，就是变色片，我觉得是比较就是万用啦，因为你就不用就是又要把风镜拿下来之类的。这边推荐给你们参考。像我们上一次东山塔的时候，就有遇到所谓的暴雨，真的是大家冷到靠背。那这么冷的状况下怎么办呢？你不可能只有风衣，对，所以你还要携带雨衣这件事情。先讲风衣好了，风衣啊，我跟你说，刚刚有提到我们一定会跨夜嘛，所以你就是买这种就是这种拿这种颜色，你不要拿那种黑色颜色。我跟你讲，那个花莲那边真的是暗到爆，你就是要拿这种防撞的颜色，你们知道吗？就是防撞，越防撞越好。那再来讲丝温的话怎么办？好，来这个我就要穿给大家看了。丝温一定要选择就是带我们的雨衣，要再讲一遍哦，是雨衣，不是风衣。然后这个雨衣呢，就是真的要防水啦。那雨衣就是百种，这边有跟你们想要推荐的就是这个，就是你们要选择就是有双拉链的。妈，双拉链真的是好用到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你可能骑一骑啊，有没有吃东西吃肚子太大，有没有？给它拉链，你就可以拉链。你看这样，你就可以就是让你的肚子舒服一点。还有你有时候可能就是你要拿什么东西也都相对比较方便一点啦。好，讲到拿东西，坊间非常多风衣没有所谓后面的口袋，这件也是，这件寿司的也是。不过它有个好处，我这就要穿给你们看的，它让你非常方便拿后面的东西。背面恰似有没有？没有口袋，对，还真的没有口袋。好，不过它有一个这个东西，来，神奇的地方是这个，有没有？它有这一个孔，有没有？它有这个孔，所以你可以手进去伸入，就你看出现了。透过它背面的这一个，有没有？它这一个孔可以直接伸进去，而且它够大。东山塔参战小弟会选择穿这一件雨衣的原因，我会期待着它啦，这样子。好，看到小迪这身装扮就知道我就是要来介绍安全相关了。没错，因为毕竟我们这次参加的东山塔是要跨夜骑，在夜晚的时候骑乘，所以就是这种反光条相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反光条之外呢，也要想办法让自己还有车发光，那怎么办？就是灯了。没错，那这次小弟使用的是我们 Topic 有个 White Light， 总共800流明的一个前灯哦。那大家可能会很讲求，就是说你是几流明，好像流明高就好。其实不尽然哦，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你就是要让它撑得够久。就是让它夜晚至少可以撑一个夜晚，这样子就是我们会需要的，因为你的灯其实也不需要一直开着。那再来呢，就是在西山塔我还多做了一件事，我真的怕自己就是没有办法发光，所以我一样在我的安全帽上面，安全帽上面绑了这个，是我们登山行用的头灯。那它也算是一个备用灯啊，因为有时候你例如说下雨干嘛的，或是你真的命盘差，有没有哪一颗灯不亮了，我觉得这就可以当一个备用灯。反正我觉得灯就是不嫌少，通常我们前面会装2颗前灯，那头上我们会再放1颗头灯。好，那尾灯的部分我们通常会装大概2到3颗，通常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要装3颗？因为有时候会忘记关，好，所以就是会相对会比较安全一点啦。好，那再来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
你们就是要记得携带你们的工具罐。这次选择的也是 Topic 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就是这样子掀开，它可以这样子掀开，那相对就可以放很多的东西。那会携带什么东西呢？包含像是气瓶、挖胎棒还有就是一些维修的工具。然后这里面就是什么6角扳手啊、几角扳手都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建议你们一定要携带就是内胎，因为有时候就是难免会被刺到嘛什么的，还可以及时去做一个更换。这个是大家可能比较习惯携带我们的工具罐的部分。那我自己呢，因为我本身我就是使用无内胎的系统，然后我又想要轻量化，我就是想要让我前面的水壶尽可能的空出来。那你看呢，我今天如果携带这一款，它是不是就占用我一个水壶？所以这个就打咩。这次我花钱买的维修工具也是 Topic 的，它是无内胎工具，售价1380。那它比较特别的是非常的小，它可以直接放在单车后面座管的后面啊。好，那它里面就是含了几个，就是 CO2 气瓶、充气筒、修补的工具。那它那个修补的工具，它里面是有附那个蚯蚓，还有那个把蚯蚓刺进轮胎里面的工具，是不是？那这样我就可以有2个水壶架啦。那这样我就可以放酸梅汁，有没有提神饮料？还可以放水。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希望长距离的一个配置啊。好，再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我们的充电器，1万毫安培小时和2万毫安培小时。为什么最后我选择这个呢？这个就是所谓重量的问题了。来，2万毫安培小时，它总共就是320克，快有够重的。然后1万毫安培小时，它目前是191.4克。真的还是有重量之差，我光拿在手上就有这种感觉，大概是这样。那你们可以自己斟酌一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们一定要记得带充电线，你们充电线要带对呢，避免下雨哦。所以就是你们还是要携带这种就是保洁袋哦，这很便宜啦。好，安全很重要，不论你是完成还是就是可以下次再来一次哦。这都没关系，可是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才花这么多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在预备要准备什么东西，我们行前一定要让大家知道，这真的必须要行前准备。我跟你讲，现场是买不到的。来，可以看到我们的鞋套百种啊，有没有？从最厚的VB 的也有，还有就是矽胶的也有，还有一般就是类似防雨材质的也有，这些通都有的状况下，你该怎么选呢？这一款是我在就是 N 年前那个东山塔失败的时候用的，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暴雨嘛。那当时用的这一款呢是所谓矽胶的，那矽胶我其实会觉得它应该是目前坊间其实是最防水的啦。对，不过它有一个坏处，它真是有够难穿的，而且大家说什么可以反复使用，我来告诉你们，我穿完之后长什么样子，它超容易破掉的。你可以看那边吗？这个怎么防水啊？这个不弄还好，那一防它那个前面这种矽胶材质，它超容易破掉的。你看，这边就有一个孔，而且这只是其中一个孔而已哦，就是还有别的，有没有一堆？那就是因为这么容易破掉，所以这一次还有后来我都决定是使用这一款，就是 ASOS 的，它是属于我们那个防水的材质啊。然后它因为就是不是矽胶的，所以它相对就是也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破掉。那它确实就是也是寿命最长的，因为我后来就疯狂的去研究那个腿套这件事情。那目前这一款啊，就是还健在，而且也没有什么破损，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不过真的，如果以防水系数来讲，真的是矽胶比较好了。那你们就可以自己斟酌一下。好，或者说呢，你看我们队上也很瓦勾注意点，也会自己就是干嘛？摄影叔，这是仿照ASOS 的吗？没有，坐车最爽的。对，我们坐车最爽的。不过还有个缺点，就是它有点短。你看，我还是希望它能够就是比照ASOS一样长一点。嘿，大概是这样。所以后来就是车队版的我也没有在用。这种矽胶帽子我戴不住，因为我会觉得头快炸了，疯狂非常的热。可能我没有遇到真的是那种寒流又暴雨的那种赛事吧，那我比较没办法带住这个，不过这也提供给你们参考。挡泥板其实某部分重要的是避免你回去骑车的时候你人缘很差，因为你的水就会一直就是靠，你就一直喷到后面的人这样子。而且挡泥板除了就是可以造福后面的车友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避免水一直喷到你的屁股，这个还是一定要记得携带。我觉得你们出门的时候避免个万一，就先把它先装好。后来就是访问过许多东山塔，就是我们队上完成的前辈们，他们就跟我们讲，
你们买那个鞋套再怎么样都还是会湿。那要怎么样避免湿？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有没有我们卡鞋会有很多底部都有很多的那个孔。是透气是好事没有错，不过当你遇到下雨的时候，它就是进水最大的那个孔。好，我们要怎么抓漏呢？好，就是你想办法把那个用胶带，好，就给它粘起来。而且这个是在出发前你就要粘的，我这次一定会先粘。那大家想说，啊，那脚很臭怎么办？550公里完赛就好，还管什么脚臭？全部回来再说。这是有需求保姆车嘛，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什么携带东西的问题，这是保姆车的好处。我会多携带就是一套衣物，是完整的一套。你看袜子，好，我腿上穿的这一款袜子，我就另外买另外一个色系，好，给它配，不是给它配，就是如果真的不幸遇到下雨，我就会换上这个袜子。然后还有什么手套，有没有？刚刚那个厚到不行的手套，有没有？我也一样。再买一套，然后再带着，避免个万一，因为毕竟有时候手会胀或干嘛的，或是手会湿，以及就是我的车衣裤一样选择ASOS的车衣裤，一样就是多带一套，因为有时候冷啊干嘛的，还是保险起见。既然我5000块钱都开了，我怎么不放？不放白不放，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我都会把它放在保姆车上。好，以上就是针对我们雨备，好不好？雨备，当然这边还是希望就是提供杯，就是到时候给我晴空万里到最后一刻，好，550公里通晴空万里。好，接下来是我们情感相关的行前准备。大家想到这一卡到底是哪一卡？就是我身后这一卡，讲讲有没有？你们平常不是在骑车的时候，有时候就是真是累要靠背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需要那种心灵马力。好，隆重跟你们介绍一下我的心灵马力，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果酱，它很方便的是，它就像果胶一样，它可以就是一挤，就是这边这样一对折就开了这样子，真的到最后。你会吃不下硬的东西，包括像饼干啊等等的。那我觉得这种果酱，至少对我而言，我觉得我蛮喜欢，而且吃的也很方便。好，除了这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要跟你们隆重介绍一下，我会随身携带的，它就是一个小包。那小包有时候里面女生嘛，可能会放一些化妆品干嘛的。没有，我这次我全部都打算放这个御守哦。这个御守就是来自四面八方各国混血的啊，通通都有。的那个御守啊，里面哇塞哦，这个是来自日本的，还有来自行天宫的。总之，混血的力量最强。我说真的，我也是，就是拍了这部影片之后，我才知道，哇塞，真的有这么多需要准备的。好，回顾一下哦，就是一开始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章节，什么单车相关，包含就是要换外胎啊之类的。再来还有人身部品，从卡称屁股到那个。风衣到雨衣，好，通通都有跟大家介绍，还有卡鞋有没有？然后再来还有什么安全相关的车灯、尾灯等等的雨备啊，真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安全第一啊。好，雨备要怎么准备？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还有没有小配包？有没有怎么样把卡鞋封起来？好，再来还有什么心灵马力的部分也都。跟大家分享了，所以这部影片真的就是我是呕心沥血。好，那这边就是既然我都参加了，报名费都给他缴进去了哈，当然就是这边也要拍片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回顾到我们前面一开始提到的，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了这场赛事我到底花了多少钱？好。再回忆一下啊，有没有？刚刚赛事报名费3700块，好，8人8车保姆的费用5000块，住宿1000块，以及我换了我的外胎 Topic 的车手把包，其实单车手套厚厚的肉球那个 ASOS 的防摩擦膏，防该逼的啦，还有就是ASOS 的车库也是该逼再加强，以及我买了一个 Topic 它的前面的那个800流明的前灯，无内胎的维修工具，因为我不是说要就是保留我的2个水壶吗？ASOS 的那个无缝的防雨的雨鞋套、挡泥板，这些费用total加在一起，你们知道多少钱吗？就是表中这些，是不是很夸张？29581元呢！摄影师怎么贵？都可以出国嘞。你自己选的啊。为了这一场赛事，毕竟我觉得可能，毕竟小弟我可能失败过吧，我就觉得这一次不行。怎么样都是要过，所以我就是有很多秘密的武器。我后来听很多前辈讲的啦，就他们说这个休息把，这个休息把你就可以多一个那个旗帜，有没有？你双手就可以软烂的靠在这边。当然这需要就是肩膀要放松啦。不过我觉得就是多一个旗帜，其实某部分也是蛮好的。以上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当你们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应该还没有出发，应该啦。好啦，反正就这样，这边只能期许我就是
啊，也告诉自己不要放弃，好不好？努力撑下去，550K 爬升2600，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好，应该是没有问题啊，毕竟老天都让我失败一次了，不是我自己让自己失败了。希望这一次可以成功。好。反正这边也跟大家说，不论有没有成功，我都会把就是我东山塔的影片都把它剪出来，然后就不要参加了。以上大概是这样，那我们下次见喽！我们东山塔玩旗见，拜拜。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分享呢？我也忘了，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Go， 这么多。